大家好，科学爱好者们，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光是怎么减速的？光，宇宙中最快的东西，它传播的如此之快，以至于它可以在短短1秒内绕地球赤道圈一周约 7.5 次。实际上，光在穿过任何介质，包括玻璃、水，甚至空气时减速。但为什么以及如何发生这种现象呢？这里我们将探讨3种不同的视角来解释这个奇怪的现象，每个角度都有它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但都能帮助我们理解光和介质之间的相互作用。让我们从第一个视角开始，这个视角来自19世纪的杰出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麦克斯韦揭示了一个重大的思想，即光由电和磁的波动组成。当这些波动进入玻璃或水等材料时，它们会遇到一群带电的粒子，包括原子和分子，而带电粒子会对经过它们的电磁波产生响应，跟着它们振动。运动的带电粒子也会产生自己的电磁波，结果就是原来的电磁波和介质中所有带电粒子产生的电磁波相互干涉。幸运的是，除了沿着原来光的方向传播的波之外，其他的波都会相互抵消，但是因为带电粒子产生的波有一点延迟，所以整体上看，这些波传播的更慢了。最终的结果就是光在介质中变慢了。现在，让我们切换到第二个视角，这个视角基于量子力学。在这个视角中，光不仅仅是波动，它还由无数微小的粒子组成，被称为光子。用量子力学来处理光子和介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会很复杂，但幸好我们有著名物理学家费曼提出的一种方法来指导我们。我们可以想象，所有进入介质的光子都撞到了介质中的带电粒子上，一旦进入介质，它们就开始和带电粒子相互作用。这些作用有2种可能：吸收和发射。吸收就是说光子被带电粒子吞掉了，并且使得带电粒子跳到一个更高能级上去，随后它们就回落到低能级处，并发射出新的光子。这些新发射的光子的方向是一团糟的，但是当我们用费曼的方法来平均所有光子的路程时，我们会发现只留下了沿原来方向传播的光子。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可能的过程都考虑进去，我们就会发现从介质中逃出来的光子和进入介质的光子之间有一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就是由于光子和带电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造成的。所以从量子力学的角度看，光在介质中变慢了，是因为光子被带电粒子反复吸收和发射了。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我们的太阳内部产生的光子本可以在不到3秒的时间里从核心传播到表面，实际上却可需要上百万年甚至1000万年才能到达太阳表面。原理与上面的解释类似。日核温度超过1500万 K， 这意味着那里产生的大多数光子都是坚硬而致命的伽马射线，而非可见光。然而，在太阳核心处密度极高，而且几乎不透明，因此任何光子，甚至是高能伽马射线光子，都会很快被周围致密的物质，主要是完全电离的氢，吸收和再辐射转换成更低的能量形态后，才能抵达太阳的对流层，因此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抵达太阳的表面。估计光子旅行时间可以长达5000万年，最短的也要17000年。在旅程的终点，穿过透明的光球层之后抵达表面，以可见光的形式离开太阳。在核心的每一个伽马射线在进入太空之前，都已经被转换成数百万个可见光的光子。现在对于我们的第3个视角，让我们考虑材料不仅仅是一堆带电粒子，它们可以振动，这些振动是用声子这个实体来描述的。声子就像虚拟光子一样，是物理学家用来描述材料振动的另一种虚拟粒子。当光进入材料时，它与这些声子发生相互作用。当光子和声子联手时，就会产生一种新的实体，被称为极化子。这些极化子与光子有相似之处，但有一个关键的特性，它们的速度比光速慢。极化子的速度取决于材料的特性，特别是声子的特性。在这个视角中，光似乎不是直接穿过材料的，而是变成一个极化子穿过去的，因此光似乎移动得更慢。那么现在科学家们能把光速降低到什么程度呢？早在1999年，
哈佛大学的物理学家 Lee Mestergaard 使用接近绝对零度的超流星气态原子云成功将已受控光束的速度降低至每秒17米。在2013年，为了使宇宙速度最快的光停止下来，德国科学家使用了一种被称为电磁感应透明效应的技术，通过量子相干效应，使得光原子共振吸收频率上变得透明。在这种效应形成的频谱上，只有一定频率范围内存在透明和不吸收的通道。因此，德国科学家在设计实验过程中需要对光脉冲的频宽进行控制。事实上，电磁感应透明效应是三能级系统中量子干涉的结果。其光谱理论计算通常是利用基于原子密度矩阵的光学布拉赫方程式。在本次实验中，科学家将受控光速指向含有钋元素的硅酸异晶体，通过控制激光束调节晶体的透明态和不透明态，使入射光束无法折射，最终在原子自旋的介入下控制光子携带的信息。此前也有相关实验将受控光束注入低温如原子介质，达到降低光速的目的。利用偏极梯度冷却法和压缩式磁光陷阱增加受控原子团的密度。另外，哈佛史密森天文物理中心也对该课题进行了研究，同样采用波色爱因斯坦凝聚体原子团将光子携带的信息冻结，速度开始降低，最终存储时间达到1毫秒。这种受控的减速在电信领域有令人兴奋的应用，可以用来创建超高效的量子信号处理设备。现在，让我们深入探讨一下光的更多异类行为。你知道在某些极端条件下，光实际上可以加速而不是减速吗？当光通过具有负折射率的介质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负折射的概念可能听起来很奇怪，但它是真实存在的。它已经在光学领域打开了新的可能性。具有负折射率的材料，如超材料，可以创建一些奇特现象，比如隐形斗篷，光线以不寻常的方式弯曲，使物体从视野中消失。我们已经讨论了光在各种介质中减速的方式，但是在广阔的宇宙空间中呢，光线是否会减速？答案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在几乎没有任何物质的太空真空中，光线以接近每秒30万公里的最大速度传播。然而，太空本身可以因为恒星和黑洞等大质量物体而弯曲，这种弯曲会使光线看起来减速，因为它遵循由引力产生的弯曲路径。这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理论所预测的。总之，光速确实可以在很多情况下变慢，从日常材料到量子世界，甚至在巨大的天体物体的存在下减速。宇宙中仍旧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谜团等待解开。保持好奇心，谁知道，也许你会成为在科学世界取得下一个突破性发现的人。如果你也对光的行为探索着迷，请不要忘记点击喜欢按钮，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以获取我们分享的所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科学内容的更新。感谢收看，直到下一次，继续探索。